我觉得会生病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，会一直哭，然后而且喜欢待在一些全黑的空间，就是有点整个封闭的感觉。你是否也曾感觉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呢？根据儿盟调查，在台湾每5个青少年就有1个曾经想过结束生命。这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孩子心里的无声呐喊。当代青少年正受忧郁之苦，有将近40%的青少年正面临情绪困扰，其中近20%的青少年正面临中度以上的情绪困扰，需要专业协助。他们努力的微笑，一切看似正常，但独自一人时，负面情绪却无法控制地涌上心头。在忧郁的低谷中，他们选择放学不回家。我觉得会生病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有生病，然后已经是重症的状态，然后再加上又跟一个很好的朋友断崖式的绝交，绝交的过后大概1个礼拜，然后我爸就过世了，所以家里的气氛就整个很低落，然后就是比较少了之前那种欢声笑语的感觉，会一直哭。然后而且喜欢待在一些全黑的空间，就是有点整个封闭的感觉。因为我本来就有失眠，然后那阵子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然后也很少吃东西，然后再加上那阵子又快到学测，我就还是爬起来，然后去学校再补眠这样。当课业、同侪、家庭，甚至是过去创伤压力的层层影响，青少年最常面临的就是失眠、焦虑与逃避学习。儿盟发现，有近半数的孩子睡眠不足、作息紊乱，2成3的孩子有失眠问题，甚至有2成的儿少每周至少有2到3次会想着我今天不想去上学。这些状态经常被大人解读成懒惰、逃避或不想读书，但其实他们是孩子心理健康的警讯。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我们同班，所以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所以那时候就很不想要待在同一个空间，所以就跑去辅导室，所以我高3几乎都泡在辅导室里面，跟老师聊就是我遇到的这些事情，然后让我心情怎么样，至少让我有一个发泄的管道，不会把所有的那些情绪都闷在心里面。我那时候考试的书或者是课外的小说之类的都会带上去，但就是虽然不一定会看，但就是可以翻一翻，转移注意力这样子。我觉得辅导室就很像我那时候的防空洞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青少年都有勇气或机会走进辅导室。儿盟调查显示，虽然有近80%的青少年相信专业能帮助自己，但是当情绪崩溃时，近40%的儿少却因为害怕被贴上软弱或危险的标签而选择沉默。这代表只要有人愿意聆听、提供支持，他们其实渴望被理解，也期待有一个安全的出口。我那时候比较没有就是伤害自己的举动，因为我自己有找到抒发的管道。但是就是我有认识一个同学，他就是心理状况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他会有一些伤害自己的举动。他有跟我讲一些他会让他这样子心理状况不好的事情的原因。我觉得那时候年纪可能还比较小一点，会有点不太知道就是要怎么回应他，但就是会想说要想办法让他开心一点，拉他出去玩，就是想说带他去散散心这样子。儿盟调查显示，当遇到心理困扰时，有4成5的青少年会先向同学或朋友求助，其次才是爸妈，凸显同侪及家长支持的关键角色。被校园系统友善接住的 MJ 是幸运的，走过那段低潮， MJ 也发现说出来真的能够带来改变。
这把吉他的话，是我爸之前在台北不知道哪个很旧的百货买的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练琴也都是用我爸的吉他练这样子。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有帮助到，让我觉得情绪有比较好，就是可以让自己一些讲不出口的情绪可以排解出来。我接下来要表演的这首歌是叫做《Lock Out》，然后它是我算是写给我爸爸的歌。然后这首歌的话，就里面的歌词就是在写我对他的一些思念，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抒发，然后算是留给我自己一种念想，也是算是纪念我爸的一首歌。我问你要去哪，你看着我笑笑不回答，眼里带着我看不懂的复杂。我放学下课了，怎么还没接到你电话？老爸，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好想你，好想你在这里，就算只能是片刻宁静。我好想你，想打电话给你，说好要一直保护我的你。痛到无法呼吸，会不会是场梦境？没有人告诉我失去会是场绵绵细雨。付出一切的你，担了太多压力。现在只休息吧，弹琴偶尔来我梦里。许多孩子都像 MJ 一样，选择把情绪藏在心里。真正能疗愈的是，当他们愿意开口时，有人愿意陪他倾听。陪伴不需要答案，因为有时候我在就是最好的答案。